好，诸位观众跟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寰宇惊奇，我是傅鹤林傅老师，在这次空中再跟大家问候，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在今年1月30号，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太空望远镜，叫做 Spitzer 史匹泽太空望远镜退休了，从2003年的12月到今年的2020年的1月30号，完整达成任务。原来只规划2.5年的任务，既然延长到现在16.5年，而且欲罢不能，还可以继续延伸上去。诸位观众跟听众，你知道吗？这个上面的电力只有425瓦啊，电力非常的少。哈勃望远镜在天上是5500瓦，所以这个用很少的电力，但是却发挥了极大功能的红外线望远镜，做了很多事情，在这边要让大家知道。第二段我要讲的就是美国川普总统在2月4号国情咨文里面特别说明了，美国要让第一个男的太空人以及第一个女的太空人再次回到月球。所以今天要讲两个重点。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来讲，经过16.5年的关心，史匹泽太空望远镜退休了。那么这个望远镜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史匹泽太空中间啊，注意它的背景是红色的，表示说它是用红外线来显示宇宙的背景资料，同时看到一些我们光学望远镜所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同时它可以透过很多云雾灰尘直接穿透到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哈勃望远镜跟这个史匹泽望远镜来做比较，哈勃望远镜是光学望远镜，史匹泽望远镜是红外线望远镜。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张的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是所谓的光线的光谱图。注意到最上面有一个可见光的三棱镜一样的东西下来，那个就是可见光的范围。可见光的范围的左边就是所谓的红外线，右边就是所谓的紫外线。红外线的光，它的波长比可见光要长，那紫外线它的波长比我们可见光要短，所以红外线的长波长可以穿透我们的可见光。我们可见光很多东西看不到的东西，经过红外线的波长比较长的特性啊，它可以穿透它，所以它可以穿透尘埃，看到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同时，它利用是红外光，所以它可以看到非光谱我们可见光谱外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红外光跟紫外光，那么这个就是红外光的特色。那我们先来看看啊，史匹泽的望远镜呢，它在2020 1月29号就结束任务。因为它是红外线光，所以说我有红字，它必须要有冷却啊，冷却到它不会太热，不会太热，它就可以看到很多很低温的东西。所以说它必须要远离地球，离得越远越好，因为地球附近都会有热量，离地球越远越好，离太阳当然是越远越好。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受到地球的干扰。当然，离太阳也够远，所以太阳跟地球所有红外线的干扰都要完全排除，这样它才能够发挥它红外线看东西的特色。好，我们可以看这张照片啊，它当时的时候啊，有3段啊，下面蓝色的是地球啊，那么中间的是太阳。那么它现在这个轨道呢，就是绕着太阳慢慢的公转啊，慢慢的公转。但是呢，你可以看这个图，它现在以每一年0.1个 AU， 所以1个 AU 就是一个太阳跟地球之间的距离，慢慢以这个距离的速度啊，慢慢远离。你看，慢脱离。第一段呢，所谓冷，就是有极冷式的啊，在冷却情况下的轨道啊，在这一段里面呢，它可以做很多，看到很多温度很低的东西。那再来呢，它叫做加温暖段啊，温暖段
就是稍微温度高一点点啊。然后在后面呢就是延长期，因为大家知道我前面讲了，它原来是2.5年的任务，现在已经变成将近16年了。所以说它现在慢慢这个轨道慢慢的远离太阳，最后会落到所谓的碎片场。碎片区就是很多这个可能是小的岩石啊、小的冰碎啊、小的颗粒啊，慢慢移到太阳系的外面去。好，那么这边呢，我先让大家来看第一部影片，这是 NASA 的影片啊，美国那个喷推实验室做的影片。这个里面它说明了这一个 Spitzer 的太空任务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个影片15年在太空啊 ，Spitzer 望远镜，你可以看到这个高度呢只有4米高啊。它有2个科学家，一个男的科学家，一个女的科学家。这是 Spitzer 的任务科学家。他说这个发射是2003年的8月25号。那么它原来是规划2.5年的寿命，但是呢，它 beyond the engineering limit， 它已经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也不是我们的计划所能规划的啊。所以说它的工作非常好 ，really well， 做得非常好。那么这个就是用可见光看到 M81的银河系。那现在就是透过 Spitzer 的来看，它银河系看到很多小小的颗粒，这个是原来看不到的，因为它的波长比较长，可以透过可见光啊。这是他的管理计划经理，他说他现在目前他也看到了7个类地行星啊，7个类地行星原来看不到了，因为它光线的处理用红外线，所以它能够有次序的看到7个不同的类地行星，叫做 TRAPPIST-1啊。那这个系统呢，目前是一大重要的发现。目前 Ultra Cold， 因为它的非常冷，中间是一个红矮星，透过这个红矮星，它发现到7颗类似地球视居带的行星，但是怎么样，在39光年之外，所以相当的遥远。那其他还有没有呢？当然，其他可能还有，现在正在分析中啊。那么这是它的一个镜头，它透过这个镜头，你看这个是眼星效果，它的经过这个星体的时候，透过眼星，这是它所看到红外线的我们四周的银河系，你可以看到红色的颗粒，代表很多带成型的尘埃已经光点。如果是红外那个普通可见光是看不到的，那它360度的 circle， 它整个的绕一圈显示它所看到的宇宙多彩多姿，比可见光看到的要多了，非常的多。那这科学家说，因为它有科学很好的设备，加上它利用红外线的特色，所以它看到很多一般可见光看不到的东西。而它的任务呢，基本上来讲，从观察到现在算是 maximize， 非常好，很圆满啊。那它2019年的11月，它要继续操作。这个影片是2019年底拍的啊。那么现在你看，这个就是红外线，你看了像雾状的东西，就是它很多尘埃的颗粒，它都清晰的可以看得很清楚。好，我们现在来看一张照片。刚刚我讲过的哈，它有3段啊。第一段它保持凉爽啊，在负华氏450度温度下操作。为什么要很凉爽呢？因为它要非常的冷。第一个它会很干燥，第二个非常的冷，它可以看到背景资料相当冷的地方啊，看得很远。那到了第2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刚刚看上面比较温暖的区啊。阶段2 ，2009年的5月15号到2016年的10月1号，它用了氦做冷却剂啊，快用完了，所以当然冷却器就没有啦。那慢慢就会越来越温暖了，但是因为它离地球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它温度还是不会很高。但是为了避免的升温，所以它继续那个氦还是可以少量的使用，然后慢慢到上面那个稍微红色的温暖期，持续10多年。这个任务呢是冷任务的2倍。那这段期间里面，它可以看到在这个冷任务下面的光谱又看到了很多奇特的东西啊，我等一下会讲几个照片。阶段3就是从2016年的10月1号到今年的结束前的1月30号啊，这是第3段的任务，这已经多出来的任务了啊。那这个我们把它称叫做宇宙的聚宝盆，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看到星辰的颗粒啊，星际间的颗粒，我们可以知道星辰的尘埃就是可能产生行星盘，这个尘埃很重要的就是聚集行星盘的所谓婴儿的恒星，所以慢慢由小变大，所以叫做聚宝盆，让大家知道行星是怎么形成的，而且可以看到宇宙中间的很多星系的骨干。我们有3个很重要的望远镜，一个就是哈勃望远镜，
一个就是这个 Spitzer 望远镜，还有一个是 X-ray 望远镜。X-ray 就是 X 射线，可以看到星际的骨架。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张照片。我们现在来看第一张照片啊，这个是 Spitzer 看到的星云，这个是407光年以外啊，你可以看到红色的啊，一点一点的代表它很多在太空中尘埃的颗粒啊，可以看到尘土飞扬的茧，我们可以说茧在右边上方一大串像云层一样的，很像茧，然后慢慢形成，慢慢的聚集，最后变成行星。所以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行星是怎么形成的，碰撞什么，这个图就看得很清楚，由小变大累积起来的。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啊，其中一部分，但是最近也是407光年的外面。那从这个行星外面，我们可以继续的啊往后面看啊。往后面看啊，然后这一张呢，我们看这就很有意思了。这一张是蝎状星云，也就是 M1。这个法国的天文学家哈，这个梅西耶啊 ，M 就是以他的名称命名的啊。这个行星的规划哈，他就说这是个彗星，实际上那个是科技不发达啊。现在才知道这是一个蝎状星云，而且我刮胡是一个超新星 SN1054的残骸。所谓超新星就是一个恒星，当它到最后它的能量聚集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它就崩溃啊，因为里面啊比较压力小，外面压力大，整个压垮以后出去爆发出来就形成这个蝎状星云。这个蝎状星云是中国人所发现的。这个里面我先看这张图哈，为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里面有3个不同的太空望远镜合成的结果。第一个，我们可以看钱德拉 X-ray 望远镜 ，X 射线望远镜是前面中间那个蓝色的骨架，代表是这个星云残留的核心的重要形成恒星的组件，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元件。它从骨架里面看得出来，这是钱德拉的 X-ray 望远镜看到的。第二个就是哈勃望远镜，可见光黄色的，可以看到它因为喷散的残骸四散开来，那个像血管一样散到各处啊，这是用哈勃望远镜可见光看出来的。然后其他的红色的原来看不到的，代表它喷出了很多颗粒尘埃，这个尘埃透过 Spitzer 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所谓的蝎状星云 M1 上看到啊。那这个星云透过3种不同的照相机的特色，可以还原整个宇宙蝎状星云里面内部的构造。我们可以知道骨架是一定有的，对不对？因为它里面虽然残骸嘛，然后哈勃看到了，那是可见光，然后再来就是红色的，原来看不到，表示哇，它还散出来很多很小的颗粒，这很小颗粒的尘埃都是形成蝎状星云的主要原因。这个蝎状星云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就看到了，在1054年的7月4号，宋朝啊，宋至和元年就已经看到。下面有几个字哈，至和元年5月乙丑，出天官东南可数寸啊，然后岁余烧没啊，1年以后呢就没掉了。所以说我这边有红字，这个当时这个超新星啊，白天可以看到的时间可以长达23天，到了晚上呢可以长达1年10个月。这中国人看到了，但是现在把这个蝎状星云利用高科技放给大家看啊，实际上是这个样子。这是 Spitzer 的一个特色。另外呢，我刚刚讲过，它 TRAPPIST 2018年的39.6光年外，可以看到7个类似地球的在视距带的行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它有7颗啊，但中间是一个红矮星啊，它的能量跟我们太阳比啊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它能够滋养这7颗行星。但是现在我们的科技是到不了的，因为39.6光年是不可能啊。好，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所谓的这个 Spitzer 看到的麦哲伦星云。大家以前看到麦哲伦星云，大家不知道哈。所谓什么叫麦哲伦？麦哲伦星云有2个，一个大麦哲伦星云，一个小麦哲伦星云。因为我们的银河系在这边旋转的时候呢，这2颗呢就绕着我们银河系在转，一个是大麦哲伦星云，一个是小麦哲伦星云，就像月球绕着我们地球转一样，这2个是等于是绕着我们银河系在转。但是
详细的状况不知道啊。现在透过 Spitzer 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啊，也是啊，它红色的地方看到它的尘埃，然后它蓝色的红色可以看到它的边缘，表示这个星云非常非常的庞大，比我们的预想的还要大，而且它的浓度、它的尘埃度更高，可以从它的红色的颜色，你看边边上啊，红色的比中间的要多很多啊，多很多，所以表示这个星云远比我们看到的它的范围还要广还要大啊，这是另外一个 case。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哈，这个叫做塔兰图拉毒蜘蛛星云啊，这个星云呢，你可以看它的尘埃，它的红色的尘埃散播到你看北面中间，北面的最上面还有一个红点，表示如果你是用这个可见光哈勃望远镜，你根本看不到它这个尘埃散得这么远啊。但是透过这个呢，你可以看到还有右手边啊，我们看到右手边啊，右手边它这个星云，你可以看到已经到了我的身体的最边边上了啊，左边最边边上了，所以代表这个星云呢，所以叫做毒蜘蛛星云，所以这个都是以往看不到的，经过 Spitzer 望远镜可以看到它散射的范围之广，它所呈现出来的颜色可以知道它的尘埃的密度及厚度远超过我们原来可见光的想象。好，我们可以看这颗星云，这个是这个螺旋星云，是 M51啊。这个螺旋星云离我们2300万光年之远，这个也是 Spitzer 啊，经过这个 Kitty Pig 的这个基特峰国家天文台看到的，以及把 Spitzer 的望远镜放过去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红色的啊，都是 Spitzer 望远镜看到的红点，代表它的尘埃。所以说，你可见光看到的看不到，只知道这边有个东西，但是这个里面东西的构造结构呢，完全要透过 Spitzer 望远镜来看啊，看得更清楚、更详细哦，表示它不是空有其物，而且是实有其物，而且实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啊。这也是一样，这也透过不同的光来看到，你看它里面如果没有这个看不到红色，都是蓝色，你只是熙熙攘攘，可是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在里面。好，这个就是经过 Spitzer 望远镜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太阳系周围几颗重要的跟太阳大小般的恒星，你可以看到两个光以太阳为中心啊，这个两个光年 2 light year， 我们简称 LY， 两个 LY， 四个 LY， 在四个 LY 的右上方有两个，因为一个是半人马星座 Alpha Centauri 半人马星座，一个就是旁边红色的比邻星，然后在外面6光年呢，右手边有 WISE 2013年发现的，以及左手边呢有好几颗星，所以1、2、3、4等于有4个很重要的离地球、离太阳，我们太阳系在6光年之内，既然还有类似太阳的4个重要的恒星叫 star 啊，不是行星啊，这也是 Spitzer 看到的。然后最后我再放第二部影片的时候，它有4大科学的目的。第一个，红色的它能够寻找太阳系的外的行星；第二个，探索行星怎么形成，用小的尘埃变成行星盘等等；第三个，研究陌生的系外星系啊，河外星系就是银河外的星系了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第四个呢，它透过遥远的星系可以看到早期宇宙的图形啊，所以这颗重要的太空望远镜 Spitzer 在1月30号就已经结束啊，它功能从2.5年延伸到将近16年。我现在放另外一部影片，这个影片也是 Spitzer 望远镜，它是猎户星座的星云啊，但是是3D 啊，你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的构造啊，它是经过特殊的处理。好，我们先把镜头拉近，可以看到这个猎户星座的一个星云，大家可以从 Spitzer 看到红色的点，代表就是说它的尘埃的厚度非常的浓密啊。如果你用可见光是看不到的，你可以看它用3D 的影片在照啊。你看红色，这个红色的尘埃都是将来准备要形成恒星啊星系的一个重要的材质。你看它
两边的这个红色代表它的颗粒的穿透力，已经看到颗粒的细微度的解析度非常的清楚。然后再看它远方的红紫色，代表它的浓度更浓更密，而且它慢慢向中间接近。这个就是 Orion 猎户星座星云360度影片，透过 Spitzer 望远镜的各种角度的拍摄而得到的这个合成的影片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啊，你看到它的星辰散布开来，好像云层一样，实际上不是云层，这个里面都是星辰，这个里面都是形成恒星的重要的资料。你看它那个紫色，它的光线的浓度透进去，因为它的波长比较长，它可以直接穿透可见光，看到很多可见光不同的东西，同时这个光线在里面穿过进去，其他的状况啊显示出来。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 Spitzer 的贡献。讲完了这个啊，我们现在换到下面一个所谓的川普在2020年的2月4号啊，他国情咨文中提到的太空部队、月球跟火星计划。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这边首先这张照片呢，就是他一个叫做阿尔米斯特计划，2024要登陆月球。我这边有两张照片，一个是1961年，左边甘乃迪说 "We are going to the moon"， 我们要去月球。左上方是詹森，后来接他的总统，然后右边是川普啊。川普是在2020年2月4号，所以到1961年到2020年中间两个隔阂给大家看。那川普说了，2020年他们要重返月球啊，重返月球。这个里面我用了一段，但不要看英文，这是我中英对照的哈。他说这是川普讲的话，他说重申我们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传统，我们必须要记住，美国一直是一个前沿国家 ，frontier 啊，就是超前先进的国家。现在我们必须拥抱下一个超前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什么呢？美国在星空中明显的 destiny， 也就是我的任务啦。他是翻成命运。我们要国会，就他要国会哈，全力资助阿尔米斯特计划。就是如果他是再做4年总统的话，这个计划就会执行哈。这个执行内容就是确保下一个美国的男人和第一个美国的女人同时登上月球，所以他也是第一啊，男人跟女人同时登上月球啊，以此作为发射台，作为一个中心，而且在什么要向火星进军啊，这个是他当时的说明。然后我这边我就把这个美国历任总统他对于这个太空政策跟事业做一个阐述啊。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艾森豪在1953年到1961年，首先他这个1959年建立了 NASA， 因为这个57年斯波尼克1号升空，所以他成立了 NASA。但是呢，第二个任务呢，他飞弹跟科学卫星计划同时并进，同时执行了国际地球物理年。一年，美国有一本很有名的杂志叫 National Geographic， 在1957年到1958年全年都是讲如何利用太空火箭来看地球大气层啊，这个是艾森豪的很大的贡献。利用无人的侦测来做科学任务。那第二个就甘乃迪，刚刚讲了，他说我们准备上月球啊。1961年的刚刚那张照片，5月25号在国会上，美国国会演讲。第三个就是詹森63年到69年，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美国提出，因为那个时候苏俄很强大嘛，所以他提出禁止核武进入太空。所以这就是现在所有的武器系统不能进入太空，就是这条命令，包括现在美国自己都要遵守。那因为他在1967年已经成立了 OST 外太空的条约所有的太空都是和平用途，这是詹森定的紧接着尼克森1969年到1974年，他是一个太空的收割者，因为这段时间美国登陆月球从这边开始，但是都是前人甘乃迪的政策批准1981年的太空梭计划，这是尼克森定的同时在1972年签订了美苏5年的合作计划，美国跟苏俄太空人在这边太空会合还握手。福特因为经济拮据，所以他只是支持。卡特他签署了一个军事太空政策。1978年，太空系统对国家重要性提出反卫星的需求，所以反卫星不是现在才做的，是以往卡特的时候就已经定出来了。那雷根就不用说了，
但是雷根有2个很重要的策略。1984年呢，成立了商业太空运输办公室，到现在还成立，还在运作啊。第2个呢，他1983年成立了 SDI 战略防御计划，那主张太空雷射及网络在这边整合啊。那这一段的整合，因为1980年的挑战者号失效，所以全部瓦解，所以这个后来就没有了。现在啊，可能已经在执行了。那布希1989年到1993年支持太空探测啊，这个他就建造了太空站啊。紧接着 Clinton， 那 Clinton 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讲呢，他做了一个所谓的太空政策的说明啊，然后他说这个要人类跟机器同时侦测太空的计划开始这个有成立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哈。那紧接着这个小布希呢，2001年到2009年，他启动了一个星座猎户星座的计划，他准备在2020年重返月球，这点很重要。当年在这个猎户座开始的时候，其实美国 NASA 已经在研究如何重新登陆月球，但是呢，在奥巴马的时候呢，2009年、2017年呢，宣布停止了小布希的月球计划。他说2030年到火星，但是他增加了一个小行星的探测啊，这是奥巴马做的计划。好，那所有这些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就已经讲了，2024年要重返月球，所以他把前几任总统的所有的太空政策去腐存精，整个加以浓缩，执行了这个阿提密斯计划。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阿提密斯计划有6大卖点。第一个，我们从左图看，它有第一个地面控制站跟发射系统。第2个，我们所谓的 Solid Rocket 的 Launch System 啊 ，Space Launch System 太空发射系统。第2个，第3个猎户太空船，这是程序过去布希的时候的猎户座太空船的计划。第4个中继站，这个是新的，它要打一个小型的太空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由号太空站在天上已经很有经验了，所以它还打一个小的太空站啊上去。第5个登月船。第6个就是阿尔密斯太空桩，这6大特点卖点就是它的特色。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来看到哈，这个是2020年左边到2024年，在这段时间准备啊，从现在开始准备啊，在月球的南极它着陆点。一开始呢，机器人先上去，然后呢，在这个坑口着陆啊，这是左下方的。紧接着呢，它利用这个商业月球的负载，它有载很多东西上去，叫 CLPS 少量，然后中间那个是 cargo 上去大量，最后21世纪人类要再重新登陆月球，然后在上面最上面那一段呢，阿尔密斯 One 啊，这是开始太空船要登月，阿尔密斯 Two 21世纪首次载人，它要绕着月球飞行，阿尔密斯补给任务配合1、2的任务，用高能太阳电力系统啊启动啊，大家注意到刚刚我说的电力系统，在哈勃望远镜的时候是5500瓦啊，到了这个 Spitzer 呢只有400多瓦，竟然做了很多事情，所以表示美国的科技在现在已经能够用高能太阳电力系统来启动进入登月啊。再来阿尔密斯补给任务，首次把加压舱送到中继站，这是新的一个太空站。紧接着阿尔密斯补给任务，把人类登月的系统送到中继站，最后把太空人的团队从中继站再送到月球表面啊。这一段一连串是阿尔密斯计划的内容。好，我们从这影片你们可以看到，1968年到1972年，这个里面有9次登月啊，我们在9次登月。然后这9次登月有6次成功的登上月球，所谓的 touchdown。这张照片就是从阿波罗8、9、10、11、12等等啊。然后真正登月从阿波罗11号开始到阿波罗17号，当然除了阿波罗13号是失败的。我为什么要这张照片呢？土星5号通通是用土星5号的火箭啊。那个时候在阿尔密斯特成立之前，这个是最大的火箭。好，我们现在继续看影片。好，然后紧接着这个9次登月啊，6次成功啊 ，touchdown， 有12个太空人登陆到月球的面啊。这个是太空人做实验，现在这是现在的高科技啊，它的目的是对着火星。好，这张照片是地球到
火星中间的距离。这张照片告诉大家，地球到火星跟月亮，到月亮要3天啊，24万英里。然后前面那张地球到火星要6个月。如何把这3天的里程跟这6个月的里程做结合？先到达月球，把月球当成一个训练场，训练很多没有大气层的跟重力比较小的情况，熟悉好了以后，再把这批人送到火星。好，我们继续看影片。好，这是火星啊，这是月球啊。那么红点呢，再把它的任务。好，这张阿提米斯啊 ，How we are going to the moon， 这个就是说我们如何要到月球。哈，注意到这个标志里面蓝色的是我们的地球，右上方的是月球，或者你也说火星。如果是月球，它用红色的这个线圈进去啊，然后你要说是火星也可以，火星的时候这个蓝色的就变成月球，从月球透这个红线到达月球。然后这个红线代表的意思，注意到这个红线，第一个代表说它的火箭的 power 很长，第二个它有中继站，第三个很重要，它特别强调它所谓的资料链啊 network， 这里面通通都是很强大的 network， 所谓的网络链啊，所谓的通路链在里面，让太空人坐在太空舱里面，就好像拿了个手机，随时在保持联络。好，我们继续放。好，我们再继续看影片。哈，这个是他的太空装啊，他的太空装第一个有4个人啊，这里面坐4个太空人。这4个太空人呢，基本上叫做成员舱。这个成员就是他，就是把以前的猎户号太空船拿来再放进去，再加强一下啊。下面是服务舱，主要这个跟以往都差不多，只是第一个做的变更大、更精致，而且里面通通都是网络，而且它的电路系统都是现代化。这个是服务舱啊，所以上面是乘客舱，下面是服务舱啊。然后我们继续看影片，这是猎户座 Deep Space 的那个所谓太空站的太空舱的3个特色。第3个最重要，这一段原来没有的，它就是所谓的逃生系统，也就是一旦你的火箭升空出了任何问题，可以透过这个发射逃生系统，那个白色的上面有3个小火箭，利用这个系统可以把太空人那个太空舱抓起来，然后喷射，然后再送回地面上，让这几个太空人还免于受到伤害。这是它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猎户星系的 Deep Space 太空船啊，阿提米斯啊，重要的特色之一。好，我们继续看。好，这个是发射系统啊，整个逃生系统，然后整个建立起来，你可以看到，慢慢它就强调啊，这个是人跟物的界面，然后紧接着慢慢拉起来，然后下面是发射系统啊 ，cargo 你要带些什么货物进去，货物系统，然后是里面的所谓的主火箭中间，然后旁边2个 solid rocket motor 固体火箭，然后这个系统跟当时的土星比基本上大了很多。你看中间里面比它大有4个火箭 SR-25以外，旁边还有2个大的 solid rocket motor 啊，这个是把 shuttle 拿来加强，这个有6米的6个 million 600万磅的这个 payload 啊，推进好，现在开始火箭开始慢慢的上升啊，还有2个 boost 的太空人坐在4个太空人坐在上面，然后开始啊，注意它的时间2分03秒04秒，2个 boost 的在2分钟之后脱节，然后在8分02秒第3节脱节，最后它的 payload 整个在 parking orbit 在驻守轨道绕着地球在那边转，做所谓的休息，同时准备进到月球的旅程啊。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太空船剩下来有600万磅，里面520万磅是燃料。注意到它的资料链，看到没有？随时它在走的时候，它所有的资料链跟着它走。这个时候它启动到 up stage， 它只剩下最后太阳板跟它本身太空舱以及它的 cargo 段，然后进到月球的轨道，慢慢脱离地球，燃料慢慢烧完。这是过去阿波罗计划的时候，它进到月球的状况。注意到，你看到它是一个很大的火箭，带了一个所谓的
登月小艇在准备登陆月球，很笨重，对不对？它现在呢，它不一样了。现在阿提米斯呢，它这段又特别做了改良，让你这个登月小艇更精致，而且带的货物更多。当然，它中间还有个中继站，这个是过去所没有的。好，我们看阿波罗。好，这个阿提米斯，注意到它那个蓝点登陆地点在月球的南极啊，因为月球南极有水，它可以利用这个资源。你看 ，Rover 已经有很多小的太空船准备在那边先登陆啊，做太空实验，做人类有关系统的测试，通通在这个地方。红点是测试，蓝色代表太空的科学实验啊。Rover 就是发射的载具，它的小的无人太空船先要在这个地方做探测啊。注意到其他的上面几个蓝点，代表说现在已经有的科学实验的点，也就是阿波罗从11号一直到17号，12个太空人6次成功登陆所造成的这些特色，叫做 science experiments， 在这边特色全部纳入这个网络链。月球下面有什么东西？周围的环境变化是什么？有多少颗陨石打在上面？通通有资料。最后你要登陆南极，所以南极它有所谓的 rover， 有几个无人太空船在这边先定位探测。为什么？因为你在这边要做所谓的一个重要的跳板进到火星，所以而且有水，它这个地方就可以做测试。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这个就是它的中继号太空船啊，这是新的中继号太空船在这边等那个地方啊，然后等着你来，我就对接。你看有3条很重要的资料链，透过这个讯息，经过中继号太空船跟你的太空站整个做联系，同时你的 gateway， 这叫 gateway， 看进入椭圆轨道绕月球走，看到没有？绕月球走。阿提米斯它的网络链是上下，但是阿波罗只有这一块，其他通通没有啊，所以它的网络链整个是 cover 到整个月球全部。你看它这个中继号太空船直接上来，网络链跟着走，对不对啊？跟我们左边是太空船接轨，接上去以后呢，太空船跟中继号一起连着绕着月球继续的走，这个就是特色。这它应该还没有打上去，就是2024年要备变完毕。2024年这个中继号太空船才能跟这个所谓的登月小艇结合，透过太阳板把整个的能量输送，把网络链刚刚看到有3条不同的网络链，通通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系统。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这个就是它的网络链形成，看到椭圆轨道啊。好，在那边绕啊，中继号，然后左边红色的代表太空船要过来，好，两边对接，太空人从这里面进来，中间那个灰色的是太空舱，然后开始脱离以后，从这个现在发出来的这个开始绕着月球，慢慢绕，然后登陆月球，这个是 cargo 重型的 cargo 以及所谓的太空车啊，都在上面，然后紧接着回来的时候呢。回来也是绕着月球慢慢绕，然后再马上跟中继站的太空站接轨。小的太空站是太空人比较舒服，太阳板比较好。现在太空人要回来重返，看到资料链告诉你什么样的温度，写好，绕着月球 parking orbit， 然后再进到椭圆轨道，然后椭圆轨道进来上回到地球。注意到回到地球的时候，它反向这个太空舱开始向着地球，然后大量的大气层开始作用在高速的太空舱上，这个时候温度将近5000度，它以25000英里每秒的速度开始进入，然后在然后开完伞以后降到300英里，然后20英里每小时，然后回到地球上。这一段就是它整个发射过程。这个里面看看，再重来，你看太空站、太空船以及我们的火箭，过去的一切跟现在有天壤之别。那么这个1969年的影片啊，基本上来讲，对重返月球以后，它很多的特色，还有你看这个太空衣都完全不同，所以表示说整个的月球系统基本上都已经做了大量的改善。我们从这张画面里面，我们把这张拉近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里面月球南极的这个画面。基本上啊，月球南极的画面，我们再看刚刚看到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哈，在上面我再强调一下，这个21世纪的登月看到没有？第一段阿尔提斯
Artemis 1太空船要完成，然后这个是2020年，紧接着它的第二段就是要21世纪人类首次绕月球轨道飞行。注意哦，阿尔米斯2这个还没有开始执行。那这个执行完了以后呢，它同时配合所谓的 SEP， 就是所谓的 Solar Equipment Propulsion System， 也就是太阳电力的推进系统。这一次的能力，这个也是新的，在这一次里面试用啊，成功了以后，再接着把它人送到中继站，也就是刚刚我看到它绕的那个特色。在这个中继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做了很多新的动作，这个都是以前所没有的。这些所有的动作都是以往俄罗斯的太空船交给美国的，比如说这个怎么样对接，有几个舱门，这些所有的经验都是自由号太空站上所执行的。好，然后最后我要讲一下，最后美国几个总统，第一个就是 Clinton 啊，他1993年到2001年啊，这个里面呢，他在1969年宣布了一个新的太空政策啊，他强调人类透过人类跟机器来探索，增加对地球、太阳系跟宇宙的了解，同时后面强调一下，加强和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这个里面就强调美国的有些军事安全的特色，已经在克林顿的话里面已经用在里面了。所以并不是川普第一次啊，他已经放在这个里面了，很清楚讲出来。紧接着 Bush 啊，2001年的2009年啊，这个里面它产生了一次2003年的哥伦比亚号太空人的失事啊，太空人的失事，在这个里面，他特别强调了2004年他要定一个新的太空探索的构想，要在2020年重返月球，同时帮助人类将来要到达火星。当时他们定的是2010年前太空站要完成建设，同时 Shuttle 要退休。这个他那个是布希的时候讲。然后下面很重要，他这个所谓的猎户座的太空船就是在他任内做的，但是后来我后面会讲被那个奥巴马取消掉了。当时启用的这个猎户座的太空船啊，它是用 Etel 的月球登陆器，这个里面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他希望要执行在2010年，然后2020年重返月球，2020年重返月球。但是呢，奥巴马总统上来的时候呢，这个星座计划取消掉啊，星座计划取消掉。那奥巴马说了什么呢？他是2009年到2017年的总统。他说，2010年的4月15号，他在甘乃迪的太空中心，他发布说，他要立即停止了布许当时的政策啊，到火星的政策。但是实际上，他这个 Orion 太空船还在做。但是他讲了，他承诺提供60亿美金的额外资金，呼吁开发一个新的重型机的火箭啊。这个重型机的火箭，据我猜测，可能就是川普现在讲 Artemis 这个火箭里面的重型火箭，他准备在2030年代登陆火星。所以表示说，川普基本上他的太空政策是延续了几任的总统 ，Clinton 啊、Bush 以及奥巴马，然后全部整合了以后呢，执行所谓的我们的阿尔米斯计划，就是月球南极着陆计划，从2020年，注意2020年执行到2024年，2024年执行完，在这个里面训练将近到2030年之前，训练够了，时间够了，它就缩短，它就会直接进到火星。所以这就是川普的整个太空计划。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2个重要的内容，下次见面，谢谢，再见。